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哄他们，我也没办法给他们秀秀。你不要怨天尤人，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委屈，而是套句韩国瑜喜欢讲的话，粉身碎骨也要保护台湾，不然就不要来从政啊。去年民进党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公开预告，他并非杀的国民党措手不及，结果今天搬出来的理由是说民进党偷跑。今天在历史的非常重要的悬崖边，民进党是24小时干你啊！那你跟我讲，我朝九晚五啊，我做劳工我也有权利啊，我下班了我就是要回家休息啊。那我也无言以对啊。一而再再而三，典型的朱立伦错误，可不可以有出息？党中央从来不是空城，你要马儿吃草，要马儿跑，但是马儿没有草。我可以跟你讲，年轻人真的努力，但是我认同郑丽文，因为4大公投绝对是个巨大的政治误判。我觉得他很想保护朱立伦，但是做一个政党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从政的人，应该时时刻刻把人民摆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老板摆在第一位，也不是把自己的政党摆在第一位。如果没有办法拿民进党怎样的话，那国民党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国民党最近罢免的话，被人家认为32-0啊，也就是第一阶段啊，民进党所有的一阶段都是一次过。那国民党目前的第一阶段，甚至有一些领衔人说：“不是我啊。”那所以昨天你就有在节目里面对这件事情对国民党进行了批判，无言以对，一而再再而三，典型的朱立伦错误。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一个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同一个坑、同一个错误，他却永远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党中央从来不是空城，你要马儿吃草，要马儿跑，但是马儿没有草。这些草从哪里来？这件事情就得到了媒体相当的关注，也引起了像是粉专政客爽的不满嘛。郑丽文疯狂奚落国民党很烂，杨智宇忍不住潸然泪下。这一段被绿侧翼拿来作图揶揄嘲笑，让他很感慨。明明不久前呢，罢免团体青鸟们几千人聚集在国民党中央抗议，当时拿着麦克风力抗8-9名民党的是杨智宇。那些奋力抵抗蓝营年轻人，后来他们打了一场大胜利，连喜欢嘲讽国民党的 PTT 都难得一见的为国民党叫好。是什么时候开始蓝营喜欢支持顺风吹捧、逆风落井下石的人呢？讲难听一点罢梁这么大的事情都一起挺过了，一个联署需要补件的事情搞得要亡党一样，大家不觉得很瞎吗？现在国民党区域立委压力很大，几乎分身乏术，而战将林涛被全面围剿，这是民进党战术啊，让你们的疲于奔命在内乱，逐一击破，收起你的抱怨，贼抢风头，拿出战功来用实力说，而不要靠张嘴，坐在那里讲就会赢。那绿营也不用找一堆霸团上街头了。说实在的，我完全不认识杨智宇，所以不好意思。他昨天的谈话，我可以感受到他非常的护主心切。我觉得他很想保护朱立伦，但是就我们来讲，谈的可能是这么多年来国民党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支持者失望。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需要多讲了。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讨拍的时候，做政党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从政的人，应该时时刻刻把人民摆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老板摆在第一位。很抱歉，也不是把自己的政党摆在第一位。那我觉得当选民或当人民对国民党还有恨铁不成钢的情绪的时候，表示大家对国民党还有期待。我昨天听起来是这样啦，就是说我们已经尽力了，那你们还要怎样？那这个东西不太好的原因是因为，那如果没有办法拿民进党怎样的话，那国民党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所以我不晓得啦，我觉得他毕竟只是一个年轻，然后可能参加政治还没有很久的一个国民党的发言人，但我认为朱立伦，我昨天在发言的时候我也讲了，这不是第一次朱立伦犯这样的错误，同样的坑他跳进去好多次了。朱立伦满心关心的还是自己的主席是不是能够连任，但是罢免这一局，国民党怎能还展现出一副岁月静好，我已尽力了，你们不该苛责这样的态度？如果是这样的话啦，那我觉得大家也无话可说了吧。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朱立伦就是4年前选党主席的时候，我是挺朱立伦的，而且我是公开的挺他。他一当选了主席，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是党团干部，所以我就拉着费鸿泰赶紧的找朱立伦见面，就希望 push 他在4大公投上面能够立下战功。这么大好的机会，4大公投当时国民党就是稳赢的嘛，民意一面倒60%，而且长达超过1年的时间都是60%的支持程度。就算4大公投没有全垒打，你起码也可以赢个2大3大。但是很可惜，在4大公投的过程当中，我们朱主席几乎毫无作为。那最后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蔡英文4大公投完胜。我觉得这个打击真的太大了，就不讲16年犯的错误跟后来其他前面更早的错误。所以这一次的罢免，去年大家也都知道，民进党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公开预告，他并非杀的国民党措手不及，不是吗？那为什么预告了1年，结果今天搬出来的理由是说民进党偷跑，我们乖乖的遵守规矩，然后政党不能够介入。我的认知是我们今天已经来到悬崖边了。那当然我们可以怪，都是民进党带着我们走错路，都是民进党一路的欺蒙拐骗、威胁利诱，把我们拐到了悬崖边。但是国民党存在的理由，不就是应该在走错十字路口的时候，就要一路的拉着大家往回走，往对的路走嘛？那如果国民党说我没办法呀，所以最后大家就往悬崖跳嘛，那这样子民进党跟国民党一样都是历史罪人。我觉得可能国民党对自己的期待要高一点吧。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离开了民进党，还没有参加国民党，然后连战连主席那时候开始跟我接触，我当时就真的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冲击，从搞学运开始到民进党，对于做政治这件事情，对于打倒国民党这件事情，我绝对是24小时待命，随时只要一通电话马上到马上干。国民党那个时候就会告诉我说啊，晚上9点以后不要联络了，不要吵到我们家主席就是说国民党真的好辛苦好可怜哦。你以为民进党不辛苦吗？民进党是躺在那边然后就被碾压国民党这么多年吗？他们是坏，但是他们没有不认真，他们没有不尽力，他们是叫做无所不用其极。台湾人民的命运你就是要 fight。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天塌下来我们要帮人民扛着，而不是让人民来哄我们护我们。所以当我们跟民进党讲台湾人民没有欠你的，国民党也应该要这样想，人民没有欠我们的，既然要从政，你是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恐怕不是讨拍被哄的角色，而是套句韩国瑜喜欢讲的话，粉身碎骨也要保护台湾，不然就不要来从政啊。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杨智瑜他自己个人的性格，但我比较关切的是朱立伦，因为我并不意外他会把大罢免处理的跟当年的4大公投一样。可是这还是得讲啊，为什么同一个坑你老往里面跳啊？你到底在想什么啊？国民党也不是非要他当党主席不可啊，不是吗？郑丽文讲这事情，我很有资格讲评。当时我们真的是下去无语不语，到处去街头开讲啊，到处去各大政论节目去开讲啊，到处去帮忙公投力挺，都自己花钱哦。你满脑子想的是巩固自己的主席的位置，你后院都着火了，你大门都被人家给闯破了，还在顾什么东西啊？仔仔还好吗？然后这时候仔仔哭了。我可以理解，就是很多国民党支持者，很多长辈对于目前民进党执政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多不满。我们从来没有懈怠过一天。好，我讲公道话了啊，年轻人真的很努力，真的很希望大家把骂国民党的事件多多的去检视民进党他们所有的所作所为。党中央很多年轻人，没有了林涛，还有杨智瑜，还有邓凯勋，还有康静瑜，还有那些勇敢面对青鸟的年轻人，我不懂为什么要把那么认真的一群人诋毁成这样。其实郑丽文从头到尾不是在骂杨智瑜，不是在骂林涛，其实都不是在骂他们。请问朱主席动起来了吗？我很想要问，就是说动起来，所谓的动起来的意思是什么？给钱、给人、给组织吗？现在给钱是犯法的，给组织也是不行的，不能给钱怎么会犯法？政治现金不是，政党自己出钱，政党自己出钱，你党中央自己出啊。今天党中央所有的这些筹都变成是党中央去地方办这些问政说明会，全部党中央买单啊，这哪有违法？现在唯一能够收政治现金就是你国民党中央，你在讲的什么话？但波基很凶啊，不过波基刚才讲的是对的。
政党是一年四季都能接受政治现金，这是政党跟候选人最大的差别。杨哥，我知道你也是对我们好，我真的知道，我刚刚会哭，真的是因为最近的压力真的太大，我真的不是想要去骂我们所有支持蓝营的人，真的是我觉得现在最不需要的事情。没有，最不需要负担这些压力的是你们这些年轻人，最需要负担压力是你们党主席。为什么总是要党内找一个人去攻击你们的心情会比较好吗？第一阶段没有过是大家都可以预料的事情啊。这里真的是失言，这叫以图乱回哦。可能真的不够好，但是我们继续努力。那大家给我们的批评指教，我们也会很认真的看进去，然后化为我们自己的力量。那也希望在未来大家能够一起努力嘛，把这个补件补过嘛。我跟仔仔很不错，也很喜欢这个学妹哦，她非常认真，然后非常有战力。但是抱歉哦，我个人对朱立伦没有什么情感上的厌恶与否，他做好我就称赞他，做不好就骂他。但是我跟大家讲，我认同郑英文，因为4大公投绝对是个巨大的政治误判。